再见。结婚让我等，离婚也让我等是吧？那么你再给我2个月的时间。对不起啊，我不会把时间留给你，让你去比较我跟另外一个女人。就今天，你赶紧过来吧，我等你。我们真的走到那一步了吗？时间它可以……不是不给你时间，王宇明，我真的不想每天在这边想你在干嘛，你在哪儿，你跟小韩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跟小韩哪个人在你的心目中最重要？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是我相信我们爱过，对，我们也快乐过。我也相信你对我的爱，这都是真的，我真的特别相信。但是在小孩面前，我觉得胜负已经定了吧。行了，我也不想再纠结了，我也不想每天在这边挣扎了。你赶紧来行吗？我真不像我姐，我没那么坚强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赶紧过来行吗？你赶紧过来，我们早就把这事了了，行吗？应该没有。那他每年都体检吗？对，每年都体检，但没说有什么问题啊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刚醒。哦，哎，什么问题啊？疲劳过度、脑供血不足、情绪起伏，这些都有可能。我建议啊，还是留院观察一下。你醒了？我不住院，听医生的呗，就1、2天。一凡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包呢？我得让马金给我把钱送过去。哎，老婆，那个，我真是问过了，人派出所说呀，没有人捡到四路派出所。老婆，你别着急啊，好好躺着。你先告诉我，一共有多少钱呀？那袋子谁都没有打开过，谁知道有多少钱啊？那你就告诉我一个大概的数字，大概10几万吧，今天就得要。算了，这事你别管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不是你能想什么办法呀？找你姐呀又？他帮的够多了，你放心，反正不是找你，你也管不着。看你这话说的，那我现在我可能不管你吗？是不是挺后悔的？没有拿到离婚证。不是一凡，咱俩能不能别一张嘴就呛呛着说话，行不行？因为我不想再跟你纠缠了。反正打从一开始，你
也没怎么担当过，所以现在我俩也别矫情。这事儿我自己负责，你管好小韩就行了。来，郑鑫，哎，我问你，现在啊，那个公司，现金有多少钱？啊，这么着，你把那现金啊都给我带上，我要用。哎，陈涛，那天你不跟我说你想着急买辆车吗？啊，我那车你还想要不想要了？我急等着用钱，你要的话呢，车我就给你了。对，要不咱俩今天办一下过户手续？就是急等着用钱嘛。那成，这么着，咱俩过户大厅见。喝点吧，养好了身体才有力气去处理别的事情。怎么处理啊？我连丢了多少钱都不知道。肯定不下10万。别人瞎猜啊！你说你也是，非得这时候折腾。启明那边来电话了，要约你见面了。啊，那我打个电话告诉他。哎呀，算了，他们这么一闹，再加上瀚海公司弄出这么一出来，你说今天这例会你也参加不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别琢磨了啊，好好养病。怎么办呀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个黄老大会处理的，那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，我们想办法啊。怎么想办法？这么多钱上哪儿弄去啊？我卡里啊还有定期，一会儿去解冻一下，10万肯定有的。那个，我吧这些年存了点私房钱，大概能有15万左右，肯定够了。不过啊，谁也不许告诉你嫂子。我也有，一凡姐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谢谢你们。怎么了？这么急啊？哎，回头跟你说，走走走。不是，你要是着急，我就先把钱给你打过来。不是，咱俩先把手续办了，办了之后呢就踏实了啊。来，这道手续归你了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哥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先给我媳妇打个电话。嗨，媳妇儿，咱卡上那钱不是说今天到账了吗？哎，你什么脑子呀？你可坏别人大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哎，行，我不火，你也别火了啊，回家说吧。哥，我这边有点小状况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个钱今天本来是到账了，然后我媳妇拿去做理财，她把时间记差了，这还有20多天才到账呢，所以这钱就一时半会儿过不来，要不咱俩把手续办回来，然后卖别人得了，卖别人吧。那什么，不用了，这样吧，你那钱到期了，你再给我吧。你媳妇儿大着肚子，没车也不方便。我给你打一欠条。不用，咱俩这关系还用这样吗？这么着吧，咱先回医院。哎，钥匙给你啊。
刚发了工资，交了房租，还有几笔款没收回来呢。这就1万多块钱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，谢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有事打电话吧。走吧。过来了，哎，钱都已经还上了。啊？他知道你公司的情况，所以不会怪你的。赶紧上去吧，跟他说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让他安心的休息。把这个带上去，拿着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上去啊！谢谢啊。对不起啊。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之前我跟你说我丢了10几万的时候，你没说话，中午也没来，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我吃完饭一个人爬起来洗碗，那时候觉得头特别晕。你在照顾小韩的时候，应该没有让他洗过碗吧？要是他跟你说他丢了10万，你一定会跟他说，没关系，交给你，对不对？没事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反正明天我就要出院了，你也不用照顾我，去照顾小韩去吧。你要在这儿啊，我也好不了。我也不想再晕倒在大街上了。出这么大事儿，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啊？没事吧？现在？没事儿，这不是有马竞吗？他是你姐，我是你姐。哎呀，姐，你吃醋啦？哎，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河马皇说了，启明那个案子推到30号。啊什么癌呀？让你休息一下还不好？就你现在这身体状况，再出什么事儿可怎么办呀？这案子你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，打的就是心理战。你现在这样去，肯定得吃亏。这河马皇平时看着嘻嘻哈哈的，没想到心还挺细啊！哈，行了，走吧，我送你们回去，别杵这儿了。雨明没来啊？姐，你又要开始给他上课了？这什么叫上课啊？这是经验和教训。要是成为再生女，那可不是那么好玩的啊！姐，你能不说这个吗？河马皇不是给你放假了吗？这么着，姐带你出去玩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温泉。那你们家怎么办？小莫交给他爸呀。别要是没时间的话，就放咱爸那儿。哟，这改看上书了啊？什么书啊？这是？你看，天才在左，疯子在右，国内第1本精神病访谈手册，心理学、哲学。哟，您这弄这么多书啊？设计心理学。9型人格，不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看这心理学的书了啊？我好奇呗，好奇自己，好奇这个世界，好奇物质世界之外的规律。你什么表情啊？我觉得以前的你啊，又回来了，这始终是探索。这个呀。也是精神病的一种。对你说的，行，看到你这样啊，我就放心多了。
你过来看我，不耽误工作啊？耽误也得来看你啊。不对呀，我看你这样，好像有什么事儿吧？开公司嘛，哪儿都没事儿呢。你看书吧，我帮你打点热水去啊。帮我拿点药吧，营养神经的药没有了。行，我让大夫给你开。哎呦，真舒服！你再下来泡会儿。我的直觉是，你跟王玉明这婚离不了。你就那么怕我变成再生女啊？我就是就事论事啊。如果没有小韩这档子事儿，王玉明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你们俩呢，只要能迈过这个坎儿，继续下去，那就是幸福生活。除非你不想再结婚了，想一个人过，但这也不现实，对吧？你也说了，要是没有小韩这事儿，我跟你小韩这事儿就已经摆在了，你觉得这坎我能迈过去吗？再加上我跟雨明以前那些事儿，但是小韩这事儿，你有认真的去了解过吗？有没有站在雨明的角度去替他想一想呢？感情可不是非黑即白，很多时候，中间那点灰色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可是你啊，就是不能放下你那份骄傲，去体会这份灰色。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份灰色。我越来越觉得，婚姻真的不在于完美的开始，而在于完美的坚持。别想用事业来填补一切，家庭是第一位的。当然了，还要看你自己到底是想要什么。我想妈了。长那么大，我就没见过她，在我心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周围那些女朋友，每个人生活遇到问题，谈恋爱、结婚，都有我的妈妈在旁边陪着，帮他们支招。王小丫也是，就我没有。都是你在当妈吧？我对妈一点印象都没有，就看过她的照片，知道这是我妈。你想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吗？以前不知道，前2天在墓地偶然间听爸爸说到的。妈妈的忌日就是你的生日那天。我小的时候被医生诊断为得了一种什么样的不治之症，这样妈妈才有机会怀上你。她就是在生你的那天难产走的。妈妈走的时候只有唯一一个希望，希望你能带着她的那份爱，幸福的生活下去。妈妈小时候教我的这首歌，你还记得呀？巴鲁巴鲁巴鲁，嗦啷个哩个巴鲁，嗦啷个哩啦巴啦哩啦哇，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，嗦啷个哩个
到了，醒醒。泡2天温泉，人都泡懒了。记住妈妈的话啊。知道。我回来了。耶。No， 还有2天，还有2天，漂漂亮亮把这个活给我干好了，要不然我开了你。要完不成，我自己辞职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对啊。好，别到时候怪我心狠手辣啊。OK。哎，听说一凡前2天把钱丢了。哎，你把车卖了？卖了也没帮上忙。不会吧？车卖了还不够？我这刚买完房子，兜里面也没什么钱，要不然……哎，不用，你呀，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就行了啊。还有，小杨最近没给你找麻烦吧？嗨，我这心甘情愿。哎，怎么着？有事儿跟我说。你没发现刘一最近工作不太积极吗？本来我不应该这个时候跟你说的。你说一开始啊，大家来这个公司都是要有一个奔头，结果中间走了一个。你现在呢，心思又没放在公司上，公司要再这么运转下去，我怕刘一也走了。这事儿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忘了跟你说了，来，你呀，把这个医院啊好好的了解了解啊。友恒医院，我准备跟这医院合作呢，给他们做一个叫电子健康档案。健康档案？哎，现在这个电子健康档案的市场啊特别大，咱们呢先从一家做起。我就想了，先从这友恒开始。这友恒啊，在信誉上特别要求品质，如果能够把他们做好了，其他的医院都会认。哎，这一单来的太及时了。你呀，趁几天也没事儿啊，把这个好好的了解了解，别回头跟人谈的时候啊，一问咱什么都不知道。哎，你放心吧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所以那个不用担心，咱把这个做好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对，忙起来就有钱了吗？差不多了。我刚查到一个消息，国外有一家公司也准备推出跟瀚海类似的产品。对，是个好消息。我再核实一下。拼命三娘回来了，预计的价码又可以往上抬了。启明这回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。以前阴差阳错注册的商标，这回可是值钱了。刚要谈啊，这八竿子打不着边的公司又逼了瀚海一把。所以现在瀚海更着急解决商标问题，推出产品，占领海外市场了。江大律师，这回可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在帮你啊！河马王这回可是割了心头肉了，之前有多少人盯着这个案子？你要是做不好，他肯定从你身上扒下一层皮来。我像做不好的吗？还狂起来了？没把握的狂那叫可笑，有把握的狂那叫自信。退下吧，本宫还得赶紧把消息核实了，越细越好。行，那我就不打扰江大律师了。如果这个案子谈成了，即便你跟王宇明之间有个什么事儿啊，自己也有个奔头。我也想看看，我是不是只有事业就行了。加油！一凡，你懂的啊。我们俩也什么不说了，你懂的。怎么你们仨我突然就得都懂啊？赶紧的，别迟到了。走了。哎呀，姑奶奶呀，别给我弄砸了啊！哎，要是进去的时候呢，别紧张，有什么跟人说什么啊。我知道，你都说多少遍了，不紧张，一会儿都让你说紧张了。哎，这单如果要是下来了，那咱们公司是要资金有资金，要资历有资历了。
这我孩子奶粉钱倒是能不能不叨叨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好好谈啊，走。教委就放心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。您好，我们是广州启明。哦，江律师又见面了。手下留情啊。请坐。我不该就这样走远，假设了千万遍，又如何能改变？我们的这些天，我会想你的脸，怎么说再见？画面冻结在一瞬间，怎样才可以说服了我自己，彻底把过去在心底抹去？如果说那幸福不过都是错觉，为何用微笑留在照片里？江大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啊，我这公司啊，就算有救了。这个价位啊，我之前想都没想过。谢谢你啊，江律师。不客气，这我应该做的。不瞒你说，之前呢，我也有一个心理价位，但是比这个要低很多。原来我想啊，只要你能做到我那个价位，就算很不错了。这样客气的话我也不多说，请你吃顿便饭。我还是不去了，我还想在这儿再坐会儿呢。啊，那我先走，见你，下次我们再约。好啊，下次。再见。再见。江律师，黄主任叫你接这个案子，刚开始我死活不同意。就这个数目啊，明天媒体都会上头条。江律师，你不仅让我一个人惊讶哦。谢谢。喂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咱们公司现在又有资金又有资历了吧，对不对？我孩子奶粉钱解决了。哎，我想好了，到时候我就买一个农场，养一头牛。我儿子是一边挤牛奶一边喝牛奶，绝对纯天然。啊，做梦呢吧你？我就提前高兴一下。别太高兴啊！我这合同啊送回公司去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你先别问了啊！哎，到时候我替你买头牛啊！江律师，你太厉害了吧！启明那边肯定给你跪了，给你跪了。哎呀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。怎么着？我这被拍打都不应该做。黄老大，我可还记得您当时是怎么说江大律师的？我记着啊，来再来，我就给你开了。我记得就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你就在这儿说的。口误啊！采访一下，什么感受？什么感受？那我就觉着空落落的。装吧你就！不是，你真不知道，我刚刚把那个合同签完的时候，我整个手心直冒冷汗，我特别兴奋，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么大会议室里面，我就
就想，这事儿我得告别人，我得找人分享啊。然后就开始翻电话本，我电话本就开始从头翻到尾，我从头翻到尾，我就没有找着那个我可以打电话的人。今天才发现，人最大的孤独，并不是你一路走过来，没有人在旁边陪着你，而是你历尽了千辛万苦走了到最后，居然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。哟，抱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买的黄豆，回去给小丫做豆浆。挺好。你来干嘛？找雨苗？他好像不在。这样，我帮你打个电话问问啊。最近好吗？还行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嫂子来找你来了。你俩可真行。那行了，你在那儿等着吧，嫂子一会儿回去了，拜拜。到你公司找你去了，你看你俩别闹了啊！最近也别再折腾他了，这公司都差点办不下去了。怎么了？别的事儿就不跟你说了，就说人家把车卖了，把钱给你这事儿。你说那么大一老板，天天打车去办事儿去，可以了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啊，雨明没跟你说呀？知道，怕你担心。什么时候事儿？月初吧，具体几号我也忘了。哎，你听我一句劝啊，体谅体谅他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，别总放在心里面解不开，啊。你见面好好说。那个你回来了，我刚才找你，你没在，咱俩一起吃个饭呗。啊，就是我想跟你说，我刚刚谈了一个项目，签下来了，然后公司有方向了。杨小宝不是说公司办不下去了吗？小宝他不知道，我这项目刚刚谈下来，我就拦了个车，直接奔你们律师事务所来了，结果你不是没在吗？其实我在来的路上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想这话怎么跟你说，就是，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，我就想跟你说来着。你看啊，宇凡科技，这是咱俩一起建立起来的公司，磕绊到现在了，你是我唯一一个想过来分享的人。还有一凡，我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啊，我只告诉你一下我的答案，我不同意，我不能离开你。还有，如果你非要那什么，要不你打我一顿。这回要是你在卖车，你要说早一点，我一定会感动到哭。但是现在呢，你也别演戏了。
我做律师这么久，打过那么多离婚官司，狗血的事儿也见得不是1次2次了。我也没想到今天会落到我头上。你也不用挖空心思转移了。那天没有离婚，是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？现在准备好了吗？不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转移什么呀？谁跟谁狗血了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那我去你公司找你。你说他是悄无声息的把车给卖了，是不是替你筹钱啊？那就把钱拿出来呀。他也知道我是借你们的，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替我还了呀？也是啊，难道是他欠别人钱了，着急还？像是在转移财产。打那么多离婚官司，以前客户头上的戏码，这回全落自己头上了。哼，那他这回来找你干嘛呀？演戏呗，拖着不离婚呢。现在公司也有了起色了，作为婚后财产，总得打算一下吧。你这也太律师思维了。是我以前的思维太幼稚了，我还傻不拉几跑去找他，找什么呀？还有我生命里面走过一段。我不会再抱有幻想了。他要是对前面的离婚协议不满意，就让他改，改好了我签字就行了。凭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傻呀？即使你不在乎，但你爸还有你姐那边的钱不是钱啊？咱们这一行就是要为顾客争取最大的利益，怎么到自己身上就不会了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我爸跟我姐给到公司的钱算作入股，比例我已经算好了，不算高。不是这什么意思啊？以前我觉得说的不清楚，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说清楚一点比较好。怎么了？不想签啊？签是能签，可是为什么突然间你让我签这个？你要愿意签就签，你要不愿意签就聊聊还款的事儿。我昨天晚上跟你说的时候吧，我就没太明白。不用装不明白了吧？要么你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？你这是跟我赌气呢吗？嗯。行。乙方。乙方。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，谁知道他们又……你还想过下去吗？这个家我已经经营了10几年了，那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以前对于我，李伟是躲着藏着，现在要反过来，我躲着藏着，不妨碍他们。他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你不是还想过下去吗？我真的快要疯了，我不知道我还要忍到什么时候。忍不了，那就离。离，你就知道离？离婚是那么简单的吗？是有8层皮的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什么呀？恭喜你，正式入股王玉明公司。什么意思？离婚大战啊？姐之前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，你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啊！拿着吧，王玉明都签字了。不会吧？我以为一凡那天来找你，你们俩和好了呢。和什么好呀？过来找我给签了份合同，用他爸跟他姐之前给我开公司那钱呢，算是入股。不是吧？他那天找你时候挺高兴的呀。我就觉着呢，他已经做好决定了。不可能，你别那么想啊！一凡不是那种人。你想想啊，他要跟你离婚，他还得想好了分你多少财产，占你公司多少股份。不可能，他说离就离了，还让你签字。哎，你说，你和小韩那事儿让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他如果想回来，他是不是自己得找个台阶啊？你等着吧，我估计他那份啊，他也得让你签字。这女人呐，在情感上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就会装作在物质上要有所需求。我估计，这也是一凡自我调整的吧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也看不出来。你看你那样，股份可是让拿走1半了啊，你还能高兴得起来？我就告诉你，那天你没跟我一起回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去找一凡了。正好一凡也来找你，我听说你在他们公司楼下的时候，我特别为你们高兴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这就证明你心里面有一凡，一凡心里面有你，你俩根本就分不开，别乱想。是，道理是那么个道理，可你说，小韩那边我也不可能不管吧？谁让你不管了？管有管的办法，你以什么心态去管，以什么身份去管？你原来管，怕这个知道，怕那个知道，你现在就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去管，管多管少无所谓，但是你态度得明确了，这样小韩和一凡也都明白了，明白了吧？哎，我发现你管我的事儿都挺明白的，怎么到你自己那儿什么都不明白呢？别老是我啊，管那么多我事干嘛？去，把这永恒医院这事儿给我处理了。我告诉你，家和万事兴，这家庭要和睦了，工作上的事儿根本就不是问题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吃饭啊！怎么那么高兴啊？这疯的天才看完了，这么高兴啊？哎，那我再猜猜啊。啊？哎呦，你这能动了啊？
哎呦，这太好了，你这个太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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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了！握个手，来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抱一个，来抱一个，抱一个！哎呦呦呦呦呦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，真棒！哎呀，真棒！你好像变了啊！前一段时间至少你会犹豫一下。你能动了我干什么？我犹豫干嘛呀？你现在太大方了，好像什么东西都放下了。哎呀，你看这，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放下。好了好了，别解释了，反正意思都一样。反正呢，你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哎，那什么，不是那个，小韩。又上当了，我逗你玩的。你啊，你这也不知道你在左边啊，还是我在右边。你在右边，你是疯子。行啊，饿了吧？饿了。吃饭啊，我给你弄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人可是我客户当中最靠谱的一个，你好好聊。那个晚上我得去一趟郊区，晚点回来。王老板来了。哎，我想问问那什么，一凡在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你俩关系这么好。你俩关系不也很好吗？你怎么不知道？王宇明，这种事你怎么干得出来呢？行了，不跟你说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你来干嘛？我来看看你。不邀请我进去吗？行啊，给自己收拾的挺舒服，怪不得不想回家呢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上次让我跟你姐和你爸签那股权协议，就是为了离婚做准备是吗？你开公司，我给你的那一部分钱，算是婚前财产，可以作为股份，也可以作为借贷。婚后财产，你可以去查我的工资单，大部分也都入了你公司了。所以早就开始做准备了是吗？我丢的钱算是我们婚后的共同债务，我们一人一半。你爸爸抵押房产跟我们财产分割没有关系。小宝跟我说你打算回来了，我还信了。我忘了你们律师最擅长做这一套了，是吧？好，你现在准备好了？好了。我还为了小韩的事感到内疚呢，没想到
你比我现实。你什么时候变成现在这样了？不是我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，是现在的你，只配这样的我。我跟小韩没你想的那么龌龊。我没跟你说那个。那你说哪个？王宇明，你别装了，真的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你知道什么了？我在医院躺一天，所有的人都在忙前忙后给我想办法。你干嘛去了？卖车，转移财产。我在病床上躺一天，连午饭都是人马静给我送的。我自己强撑着去洗碗的时候，我一直在跟自己说，你是去给我想办法了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你是想办法给我去筹钱去了。就算最后什么都没有筹到，没关系。黄宇明，你至于吗？你用得着那么着急吗？非得让我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这么去做吗？你就那么怕摊上我这么摊子事儿吗？你是不是就想好了自己把事情全部都处理好了，然后再来跟我离婚啊？连人家马静他都把自己所有的钱全都给我了，你还说我现实？哎，你不现实啊！那天你到我们公司去找我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吗？我跟瀚海谈好了，我独立接手的第一个经纪案，成交的价格连启明都特别惊讶。我签下合同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找你。就算你跟人小韩，你也是我想分享的人。让我屁颠儿屁颠儿的跑去找你，可结果呢？你卖车了，卖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，现在你还说我现实？这个是卖车的钱，陈涛把钱给我了。今天来就是想把这卡给你，让你拿着它去还债。他的钱，他老婆拿去理财了，今天才到账。之前没弄清楚情况就稀里糊涂的去办交易了。对了，还有之前跟你说那些话，我每一句都是真的。王宇明啊，我累了，真的，跟你在一起太折腾了。以前是因为钱，因为小韩，现在没有原因。没想到我们俩的信任竟然到了这么一个地步。之前签完合同我去找你，我以为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可是现在，我跟你一样迷茫。这个我拿回去看。
么事儿啊？这么晚叫我出来？我喝两杯。我不能喝，我是趁着小孩睡着了偷着跑出来的。你就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赶紧说呀！我就想问问你啊，你真的了解一凡吗？这话问的，我们俩那么多年朋友，当然了解了。你不了解呀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他是对我们的婚姻没信心吗？你让我给他信心是吧？我找他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准备好了，上面什么财产分割问题、债务问题写都倍儿清楚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之前他让我跟他姐和他爸签那个股权协议，他就想好了要离婚了。你说啊，他把他对客户那赤裸的那套全用我们俩身上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外面有人了呀？他，哥，这个时候别乱想，这肯定不可能。协议的事儿咱先不说啊，就说他外面有人这个事儿，我打保票他不可能，因为我知道一凡他不会那么容易喜欢上人。你就说认识你之前6年，他没看上一个人。那我想不明白了，我为什么就现在我不认识他了呢？啊，婚姻生活方面我也是个菜鸟，但是我知道。夫妻之间啊，都是吵吵闹闹、磕磕碰碰过来的。你说我和小丫不就是这样吗？但现在过得挺好的呀。你说你不认识人家，你这有点赌气啊。你想想，你当时追着人家的时候，那人所有的优点不都在你眼睛里吗？你现在一点都看不着了，不认识人家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们俩之间就是有误会，肯定有什么事儿啊没沟通好，把这误会解决就好。你再说了，你俩现在非得离婚不可啊？到了那地步了吗？好像有到，但是听你们说完吧，好像也没到这一步。就是嘛。你自己看看，你这是什么？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带上他？那是有承诺的，老爷们儿结了婚，你就得负责任、担当，不能离婚。不是我说要离的，他提出来的你也不准同意。他都把离婚协议书给我写好了，就是不准离。我跟你说不明白。你要跟我说不明白，你这样，你打电话问问你姐夫，他是过来人。我打电话给他干嘛呀？你跟我说不清楚，你给他打个电话，没准他就把你说清楚了。你这什么意思呢？大晚上的，你能给你妹夫打电话，就不能给你姐夫打电话？你话痨吧你？不能。好吃。喂，喝酒？不行，今天我得在家看孩子呢。对呀，依琳没回来呢。那要不然改天吧？啊，好嘞，拜拜。不是妈妈电话，她去哪儿了？妈妈可能去小鱼家了吧？儿子，你不是也希望妈妈能够经常出去散散心，能够经常出去走走吗？是吧？那睡吧，睡觉。乖。爸。我想你。你爸不是在这儿吗？想我干嘛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想你。我又没去哪儿。你是不是希望爸爸能够每分每秒都陪着你？爸。你别跟妈妈分开睡了吧。睡觉了。答应我着睡。